妻子的白月光发生意外，一口咬定是我干的，哪怕我用最恶毒的誓言发誓，妻子还是毅然决然地将我送进黑矿坑反省。在里面，我受尽万般屈辱，最后遍体鳞伤。直到3年后，妻子终于想起了我，可我早就死在了2年前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3年前，司月以我谋杀未遂为由，派人将我送进黑矿坑中反省赎罪。无论我如何解释，甚至拿出证据跪在地上求他，他都笃定是我因为吃醋，处心积虑地想害死他的白月光江辰。黑矿坑中的日子并不好过，更何况还有司月安排人日夜不停地照顾我。被关进里面没多久，我就死了。司月眉头紧皱，目光清冷，带着保镖出现在黑矿坑中探望我时，我已经死了2年半。待会别管他同不同意，哪怕是将他绑起来，也要让他在捐献同意书上签字。探望室内温暖如春，可随着他冷漠的话音出口，温度像是降入了寒冬腊月。他厌恶地打量着周围，不耐地吩咐保镖：“人怎么还没出来？赶紧让他来见我。”等了许久，保镖终于带着人出现在了门外。可出现的那个人并不是我，而是黑矿的工头。司小姐，让您久等了。只是什么？司月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工头赶紧说道：“只是林毅恐怕没办法来见您了，不想见我。”呵，他什么意思？在这待爽了是吧？1日3餐不用操心，还可以躲着我。你告诉他，只要他自愿捐出1颗肾，想在这里待多久都行，待到他死都没问题。他厌恶又不耐地让工头向我递话，想以此招我出来，可他根本看不见。我此刻正飘在他的上空，满脸的苦涩地望着他。工头并没有动身。司月见他目光躲闪，立刻冷眸皱眉：“怎么，林毅就这么不想见我？”工头赶紧摇头：“不是，是他早就不在这儿了，怎么来见您呢？”“对呀，除了谁也看不见的灵魂，我的身体早已经不在这儿了。死去的第1天，他们就嫌我的死状太过恐怖，将我丢了出去。现在我的尸体怕是早就被某条野狗消化成肥料了吧？”司月显然不相信工头的一面之词，他让保镖看住工头，自己开始在黑矿坑内一间间的搜查。矿区内的房间很多，他从宿舍走到休息室，又到厨房，还将人员的名单全都仔细查看了个遍，都没有找到我的身影。司月的脸色越发的难看，隐隐压抑着愤怒。他朝工头质问道：“我说了，谁也不准放他出去，你竟然敢将我的话当成耳旁风！”工头拿了他的钱，可以说是他最忠心的狗腿，怎么可能放我出去啊？当年我被司月安排的人折磨得体无完肤，跪着求他让我出去看伤，他都没有心软过。哪怕我给他磕头，磕得鲜血淋漓，他都未曾松口。司月森冷地坐下，命令工头在5分钟内将我带到他的面前。工头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，叹着气说出了实情：“司小姐，我实话告诉您吧，林毅他早就死了，死得可惨了，浑身上下没一块好地方，墙上地上全是他用头撞，用没有指甲的手指扣出来的血迹。在他死后的第1天，我们就将他的尸体丢出去喂狗了。”可司月根本不信，脸色越发的不耐了，说：“林毅到底给你许诺了什么好处，敢让你敢违背我的话？他害江辰哥哥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，以为就能逃避问题吗？我看就是你和他联合起来一起骗我的。”工头连忙解释：“不，没，司小姐，
您太看得起我了，我哪敢欺骗您啊？您可是我的上帝，衣食父母啊！怕他不信，工头赶紧掏出一张照片放在桌子上，这是我当时拍下来的照片，您可千万别转出去。思月将信将疑地瞥了他一眼，目光落在照片上的瞬间，瞳孔猛地一缩。照片上是一个看不清模样的人影，他的身体痛苦地扭曲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浑身遍布着血痕与淤肿，道道鲜血淋漓的划痕更是占据了整张脸，身上的皮肤找不到一块好的地方，布满了黑紫色的硬痂，手指甲像是被人生生拔下来了一样，连接着里面的经络，血肉模糊。从状态上来看，人影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。思月僵住片刻，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，但很快他便冷笑起来：“妆化得真好啊，乍一看还真像林毅，但你们是不是拿我当傻子耍？他在这里除了吃喝下矿，怎么可能受这么重的伤？再说人都快死了，他怎么不去医院？一看就知道是假的。”我心里心酸又难受，明明是他安排人照顾我，不放我出去的呀，不然我怎么会痛苦地死在这里？最后那次毒打过后，我实在撑不住了，跪在地上恳求工头给他打个电话，可他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要死就趁早死，别恶心我。”哪怕思月已经不在乎我了，求生意志依旧让我想拼命地活下去。我对着工头磕头，地板被我磕得砰砰作响，血水和灰尘混合成暗黑色的血浆，一滴滴滑落下来。工头实在于心不忍，忍不住对我说道：“不是我不放你出去，而是没什么用啊。你有钱吗？这里距离最近的医院几百公里，你怎么去？更别说你连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都在你老婆手里。忍着吧，撑过去了是命，撑不过去啊，那也是命。记得下辈子找个好姑娘。”工头的话让我不住地苦笑起来，我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在地上，强吞下嘴里不断溢出的血沫。我想走回宿舍，好好休息，可此刻的我连休息都成为一种奢望。10分钟后，工头命人将我从布满血痕的床上拉起来，丢进了黑煤矿中，最后我永远倒在了里面。思月望了眼满脸无奈的工头，冷哼起来：“够了，别装了，赶紧让林毅滚出来，只要他肯捐出肾源，我这就放他离开这里，另给我再给他20万。”我麻木地飘在半空中，心却如同被寒冬的风吹过那样的冷。原来我的肾只值20万，还不如他给江晨买的一件衣服贵，更不用说思月眼都不眨的豪掷万金为他专门买来的概念版超跑，那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呀。所以他的冷漠只是对我，满腔的爱全都用在了江晨身上。工头依旧耐心地解释着，可思月却笃定是我们俩联合起来骗他。你不是说他已经死了吗？尸体呢？墓碑呢？一张照片能够证明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把他交出来，我就让你生不如死。没办法，工头只能咬牙带着他来到外面的一处荒地，指着一个长满杂草的小土包，面色复杂道：“当时就把我丢到了这里。”思月面色阴沉，冷声命令保镖挖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掘人坟墓。在外人看来，丝毫不亚于杀人放火，可思月却没有丝毫的同情，冷眼看着保镖一点点把我的坟墓掘开。我痛苦地望着他，没想到他竟然恨我到这种地步，也许是过意不去。工头在一旁不停地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似乎是怕我的鬼魂会找上他。可没一会，他就被保镖拽着来到挖开的土包前，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人呢？骨头呢？你不是告诉我林毅在里面吗？除了土还是土，
你别告诉我你指错地方了。思月的语气就像是压抑到极致的火山，稍微一碰，可能就会完全喷发。工头瞪大眼睛看着空荡荡的土坑，满脸的不敢置信。我当时看见有野狗想吃他的尸体，实在于心不忍，才把他埋进去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也有些疑惑，可思月早就没了耐心，冷笑着打断了他的话。所以接下来你要说他的尸体被野狗吃了？好啊，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人把我骗得团团转。林毅，还有你，好，都很好。工头连忙想解释，但这时思月的手机却响了。见到上面名字的刹那，他脸上的冰寒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溺死人的温柔。江晨哥哥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一定让林毅心甘情愿地将肾捐出来。是他，那个害我被丢进黑矿，惨死在这的罪魁祸首。江晨，电话对面，江晨的语气听起来十分虚弱。月月，其实你没必要去求林毅的，我的病。思月急忙打断他的话，似乎是不忍心再继续听下去。别说傻话，我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救你的。要不是当初你捐给我一颗肾，说不定我早就死了，害得你的另一个肾也……再说了，既然他的能匹配上，我就算找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将他给找出来。我不由得皱紧眉头，救思月的人什么时候成江晨了？对面沉默了一会，随后才有些疑惑地问道：发生了什么事？4月151时将我失踪的情况说给了他听，下一秒让我震惊的事情发生了。只听江晨诧异开口：不可能，林毅今天还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出国呢。对了，他还说在老房子给你留了点东西，你去看完就明白了。见过我，他就是个骗子啊！我焦急地冲思月呐喊：别相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可却传不出丝毫的声音来，就连我飘到他面前疯狂地挥手，他都没有丝毫察觉。挂断电话后，思月的目光再次森冷起来，他冷漠地瞥了眼工头，直接转头离开。半小时后，思月来到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老房子前，两室一厅，这是我们恋爱时的温房，也是寄存我们曾经幸福的地方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思月冷着脸，一马当先地走了进去。在客厅的茶几上，他看见了放在上面的书信，只有一句话，让他愤恨地将信撕得粉碎。思月，你不可能找到我的，这是我的笔记，但根本不是我写的。我已经成了鬼魂，又怎么能触碰到现实中的东西？可思月不知道，他不甘地冲着周围怒喊了一声：林毅，你祈祷别让我抓到你，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狠毒的话回荡在客厅，竟让身为鬼魂的我都感到了刺骨的冰寒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思月的目光突然看向门口，那里一位佝偻着腰的老妇人颤巍巍地推开了门，望见客厅的众人，她愣住了，在看到思月后，脸上更是充满了不敢置信。思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看着眼前形同枯槁、头发花白的妇人，眼角情不自禁地湿润起来。这是我妈呀，她才50多岁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思月眼前一亮，急忙上前抓住我妈的肩膀：你一定知道林毅在哪儿，对不对？你让他出来吧，我不会为难他的。我妈听到我的名字，凄凉一笑：出来？你让他怎么出来？我儿子死了，被你亲手害死了，得到的依旧是我死去的答案。可这显然不能让思月满意，他焦急的神色消失，随即目露凶光，并一巴掌扇在我妈的脸上：你也在骗我？为什么？我不就是想让他捐颗肾给江晨哥吗？他又不会死。我妈被他打得一个踉跄，痛呼一声摔在地上。
我整个人不禁一颤，急忙挡在他面前，怒视着思月。他怎么舍得呀？他难道忘了当年我妈是怎么照顾他的吗？比对我这个亲儿子都要好。可下一刻，思月竟直接穿过我的身体，拽着我妈的头发看向他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林毅在哪儿？他此刻脸上已经没了表情，我心里也产生了一股不好的预感。我妈嘴角渗出血丝，苦涩地笑道：“死了，小易已经死了。”思月的手猛然一松，在我的震惊中，他冷漠地命令保镖将我妈架起来，拖到阳台边缘。林毅，我知道你能听到，我数10个数，如果你还不出现，我就把你妈丢下去，选择权全在你。他施施然地坐到沙发上，开始倒数，笃定我一定会出现。10、9、8、3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他一巴掌拍在茶几上，冷笑喊道：“好，很好，林毅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。”可我明明已经在他面前卑微地祈求了，甚至跪在地上磕头求他放过我妈，他却一点都听不见。随着他挥手，我猛然转头，只见保镖不顾我妈的挣扎，冷漠地将我妈从3楼推了下去。不啊！伴随着声声尖叫和闷响，我眼里流出血泪，从阳台飘出，落在我妈身旁。她嘴里不停地咳着鲜血，枯槁的身体摔在地上，似乎让她的5脏6腑都粉碎了一般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竟然从我妈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解脱。思月来到她身旁，冷漠的眼中不带丝毫感情。想起来了吗？林毅在哪？我妈嘴里又咳出一口血沫，艰难地喘息道：“他就藏在冰柜里，你去找他吧。”思月不明所以，皱着眉再次返回老房子。在厨房里有一个专门冷冻肉食的巨大冰柜，他制止了靠近的保镖，身后掀开冰柜盖板，冷笑道：“林毅，我找到你了。”可下一秒他就愣住了，整个人止不住地颤抖起来，面色更是肉眼可见地慌张着，因为冰柜里正冻着一个人，一个早已死去多年的人。在冰块表面还有一张血书，鲜红又刺目，上面写着：“思月，我不要你了。”冰柜里的尸体就是我，血书也是我临死前写的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，但好在我实现了思月的心中所想，她找到我了。可是我早就已经死了。我妈被保镖架着，看到我尸体的刹那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小易，妈完成你的愿望了，我也可以去陪你了，在路上等着我，孩子。我连忙在半空中摇摇头，不，妈，你还要好好的活下去。思月依旧没从失措中回过神，她没理会我妈的话，而是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像是依旧不信这里面的人是我。可是不管她揉多少遍，第一眼看到的依然是我被冰封在冰柜中的狰狞面容。不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不会的，林毅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他就像一个疯子一样不断地重复着。我感到很奇怪，他不是要找我吗？我这副样子不就拜他所赐吗？为什么他会感到很震惊？思月像是想到了什么，一把抓着我妈的肩膀，焦急地询问道：“妈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林毅怎么会出现在这？他为什么会死？为什么你说完成了他的愿望？求求你告诉我吧！”说到最后，他眼中竟罕见地为我流下眼泪。我妈凄然一笑，伴随着一阵咳嗽，她嘴角的鲜红更深了。你问我儿子怎么死的，你不知道吗？至于你说的愿望，既然你已经见到他了，那告诉你也没关系了。思月紧紧地盯着他，眼神中满是期盼。我则是心疼地看着我妈。原来当初我被思月关进黑矿后，我妈一直在打听寻找我的踪迹，寻人启事贴了，网上也发了，
这才偶然知道了我被关在哪。可是等他赶到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他正巧看到黑矿工头几人将我尸体抬出来的那一幕，他不敢相信，偷偷地跟在他们身后，来到抛尸荒地处，等几人走远，这才赶上前查看我的情况。也是那时候，发现了我藏在衣服口袋里的2封血书，一封是留给思月的，另一封则是留给我妈的。说到这，我妈早已热泪盈眶，思月却显得很震惊，很疑惑，很不敢相信。也就是说，那个工头说的是真的，林毅真是被别人虐待致死，伤重到甚至血肉模糊。可是怎么会呢？我明明安排了人在里面照顾他，给他帮助，怎么会没有一点消息？我妈苦笑一声，安排人照顾？你说的是那些害死我儿子的人吗？没等思月继续问，我妈就说起了我留给她的那封血书，里面写的是我麻烦我妈安排我身后事。其实在我死前，我也不确定我妈能不能看到这个，所以并没有抱多大期望。我只是让她留好给思月的那封血书，如果思月是来接我回家，那就把我的死讯完完整整地告诉她；如果她是另有目的，那就算了，把血书交给他，算是对我们之间婚姻的一个了断吧。我早已不指望能解开我们之间的误会，更何况还是在我死后，江晨依然逍遥法外的时候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我妈竟然将我的尸体藏在了冰柜里，一藏就是将近2年，只为完成我的这个愿望。思月听完这些，突然踉踉跄跄地蹲坐在地上，对着空中哭泣地喊着：“林毅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死，你一定还活着。我不怪你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出来吧！我只想让你出现在我身边。”此时，我就飘在他的对面，能清楚地看到他脸上每一个细微的表情。他是真的伤心，也是真的不愿相信我已经死了的事实。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他没有必要再演戏欺骗自己了。只是我不明白，黑矿的那些人不就是思月安排的吗？他怎么会不知道实情？更何况之前我还求工头给他打过电话，难道这中间出现了些差错，才导致我惨死的？思月瘫坐在地上哭泣了好久，直到我妈又咳出一股血沫，他才慌张地站起身查看。妈，我不是故意伤你的，我只是想逼林毅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会安排最好的医生给你治伤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我妈没理会他，只是眼角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思月见状更愧疚了，收拾好心情，吩咐保镖连同冰柜和我妈一起送到了医院。因为我的尸体冰冻时间太长，解冻加上鉴定伤情需要很久，所以在安排好医生照顾我妈后，思月就离开了。见到我妈脱离生命危险，安稳入睡，我也松了口气，选择跟在了思月身边。我想知道实情到底是什么，哪怕我的结局已经改变不了。我看着思月坐在车上，阴沉着脸，一言不发，看着他走进我们之前生活4年的别墅，我们结婚后的家，看见了那个诬陷我害他残废，坐在轮椅上迎接思月的别墅新男主人江晨。思月见到他，沉闷的脸上勉强挤出一抹笑容。江晨哥，吃晚饭了吗？都怪我在外面忙得太晚，没照顾好你。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桃酥，快尝尝吧。他脸上带着温柔的笑容，蹲在江晨身边，递上了买的桃酥。江晨明显察觉到了他的异常，接过桃酥，关心地摸了摸他的头。你太辛苦了，月月，都怪我这2条腿，不能跟在你身边帮你。思月见状，连忙伸出手指堵住他的嘴。怎么会呢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
要不是林毅害你落下悬崖，你也不会残废，更别说你还捐了一个肾给我，害得你最后一个肾也衰竭了。我明显的看到江晨眼中闪过一抹亮光，像是不经意的。他问思月找没找到我。思月闻言沉默着站起身，好半晌后才失落的回答：没有。片刻后，在江晨眼中露出一抹喜色时，思月突然问道：江晨哥，你一定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江晨一愣，几乎是下意识地说：肯定不会啊。我冷笑一声，很熟悉的话，只是3年前问我的时候，语气没这么温柔罢了。果然，思月松了一口气，那就好。可就在江晨露出笑容的瞬间，他竟然毫不在意地从口袋掏出针线盒，一针刺进了江晨的腿上。这个动作他像是很熟悉，如缝衣服般，让江晨没察觉到丝毫异常。随后，我只见江晨猛然痛呼一声，推开他站了起来，并且弯腰不停地揉着被针扎入的地方。月月，你为什么要？话没说完，江晨有些生气的目光就对上了思月森冷的眼睛。江晨哥，你不是告诉我一定不会骗我的吗？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的腿是怎么回事？我在半空看着，没有丝毫意外。当初江晨出事的时候，思月也如现在这般平静地问过我有没有骗他。可在我说出莫骗他后，他就猛地在我脸上扇了一巴掌，随后就安排保镖将我送进了黑矿。刚才那一幕与之前何其相似，只是人物变了而已。而且我从始至终都不曾相信过江晨残废的事，毕竟他当初坠崖完全是自导自演，又怎么会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？江晨的面色有些尴尬，但到底是成功骗过思月这么多年的人。他连忙佯装惊喜地看着自己的腿，像是刚发现恢复了一般。月月，你看啊，我的腿好像有知觉了，难道是你刚才扎的那一针扎到了我某个穴位里？一定是这样。月月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他兴奋地把思月抱紧怀里，我甚至都能听见他砰砰急速跳动的心跳。可他没看见的是，思月已经失望地闭上了眼睛。那一刻，眼中没有丝毫的感情。在江晨还沉浸在自己演技精湛的时候，思月一把推开了他。随后，在我和思月平淡的目光中，保镖进场，直接控制住江晨，就要关进了地下室。任凭他如何呼喊，如何质问为什么，思月都没有丝毫情绪波动，只是告诉他，我会好好养着你的，就当报答你救我命的恩情。但是你骗我的事，我会好好和你算清楚，别让我发现是你陷害了林毅。在江晨绝望的目光彻底消失在地下室门口时，医院突然打来电话，告诉思月调查清楚了。我们检查了江晨先生近几年的病历，发现几乎每一份都是虚假的。已经有医生自首，说是江晨先生给他钱，让他伪造的病历。所以您的猜想没错，他的腿没病。思月沉默了好一会，这才点点头，轻嗯一声。接着对面就继续说道，对了，思小姐，江晨先生确实得了肾衰竭，这一点没错，但他的病症不像是饮食或者其他方面引起的，倒像是纵欲过度。现在2个肾都已经到了临界点，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您看，这次没等对面说完，思月就震惊地打断了他。你说什么？2个肾？你确定你没看错吗？思月再也淡定不起来了，像是感觉自己最坚信的事被推翻，情绪彻底失控。他连声问了好几遍，问的医生沉默了好一阵，才坚定地说道，没错，我很确定，江晨先生确实是2个肾，没有丝毫摘除缝合的痕迹。
你疑惑的是不是他肚子上有刀口？那只不过是阑尾手术留下的罢了。倒是您让我们检查死因的尸体，他身上只有一个肾，而且摘除的时间应该不短了。后面的话，思月听不见了，我也听不见了，因为手机已经从他手上滑落，砰的一下摔在了地上。从手机屏幕反射的画面中，我甚至能模糊地看到他绝望、不敢置信、已经泪流满面的脸庞。3天后，思月悲痛不已的亲眼看着我的尸体一点点运进了焚化炉。在这3天时间里，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资源，将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。当初爬山是江晨组织的，他计划好了一切，在半途和我同行时，故意伪装成被我推下山崖的假象，目的就是通过栽赃我，让我离开思月的身边。他得逞了，因为思月以为是他之前捐肾救了自己，所以选择无条件地站在了他这边，并且把我送进了黑矿。可到底是结婚4年的夫妻，思月还是不放心我，安排了人在里面照顾我。不知怎地，让江晨知道了这事，他只是稍微动了动小心思，将照顾2个字的音调加重了许多，说给黑矿的人听，造成他们以为是要狠狠地修理我。结果就是江晨时不时传些我在里面不服公投的事给他听，他相信了。在我给他打求救电话的时候，他不耐烦地拒绝了我，断送了我最后一点活路。而且怕被思月知道，江晨还伪装我的字迹，给他写了一封书信，就是我们老房子茶几上那封，让思月误以为我出国了，这辈子都不会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所有的事实全都调查清楚，我亲眼看着思月吩咐保镖把江晨拖出来，带到了郊外的一处废弃仓库。他疯狂的一下又一下的把我受到的屈辱全都还给了江晨。他不顾江晨的哭喊和求饶，拿起碎石将他的脸划花了，指甲也被他一片片的拔了出来，丢在地上。随后他拎起锤子，一下一下的砸在江晨腿上，痛苦的呼喊和求饶声响彻整个废弃仓库。终于江晨撒的谎成真了，他真的残废了。黑矿场那些人也没能幸免。思月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和钱财，将里面的人全都送进了监狱。这算是他给我的补偿吗？还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赎罪？我不清楚。这段时间，我就漂浮在半空中，亲眼见证了他是如何从冷漠无比，慢慢变为悔恨万分的。但我其实没有一点高兴的感觉，大概从他不相信我开始，将我送进黑矿的那一刻，我对他的感情就在慢慢消散吧。那1年中，支撑着我的不过是心里仅剩的侥幸，直到亲耳听到他让我去死的话，那一丝侥幸就彻底没了。等我的骨灰送入思月手里的那一刻，他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小孩，瘫软在地，不停地念叨着：我错了，林毅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听信了江晨的话，我不该伤害咱妈，我更不应该怀疑你。你放心，你的仇我帮你报了，剩下的我会亲自赎罪。思月安排好了我妈，单独带着我的骨灰来到了墓园。他掀开墓碑下的石板，将我的骨灰盒放了进去。就在他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 JC 竟然来到了他的身边。司女士，黑矿场里的人把你供出来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他好像并不意外 JC 同志的到来，但他也没起身，反而伸出手深情地抚摸着我的墓碑。林毅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我来向你赎罪了。话落，在 JC 同志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就猛然一头撞在了墓碑旁的石头上，鲜血顺着他的额头流出来，渐渐浸湿了他的衣服和身下的土地。我愕然地看着眼前一幕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慢慢的，
我发现一道影子从他身上飘了出来。乍一开始，思琼还很迷茫，无助地打量着四周。可在看到我的瞬间，他眼前一亮。林毅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淡然一笑，指了指自己渐渐淡化的身体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要你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